好，你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啊！这是新一期的户外视频，今天视频主角是 OPPO Find X8s Plus 以及 vivo X200s 啊，哎，你的主力机，未来的主力机，两台手机都是天玑9.4加的处理器，但是我是6200的电池，比它多200。这个我觉得可以认输，好吧？为什么？就我没有什么信誓，你知道吧？他送的这个壳也非常烂，我都不是很想用。是什么高人一等就来了？哎呦，这个壳的颜色是真的可以啊！这个壳很软的那种软硅胶的壳，质感很好的。OPPO 这个壳我都不想评价，好吧？两台手机定位差不多的，并且都是1.5K 的屏幕，价格呢也是很就一模一样嘛，几乎是。好像是的。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使用视频不要忘记了，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我们会放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使用视频不要忘记了参加关键户。就这样，不行。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使用视频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体验视频，先交给大师来拍点照片吧。这两个手机我刚刚打开这个拍照页面啊，可以看到的就是 vivo 明显是要亮一些的，大家可以看到吧？右边的是 vivo，对，右边这台。那我现在就从人像开始拍起，优雅小宝，哎，非常优雅，已经站那了。vivo 会让你选啊，用哪个人像，无美颜、自然人像还是经典人像啊？又变多了，那我就使用经典人像吧，它默认的就是这个啊。这一次的影调呢，放到了下面了，可以选黑白、质感鲜明、自然，我就选鲜明了啊。那么 OPPO 呢是1倍、2倍和3倍。那 vivo 我就选择23、50和85了啊。从取景框那边来看的话 ，vivo 的这个背景虚化是比 OPPO 要自然一些的。我感觉韩宝大清早的有点肿啊，至少对于这个脸的处理的话，我觉得是 vivo 好看一点啊。而且整体的色彩，我觉得也是 vivo 的要准一点啊。刚刚是逆光的人像，现在我们顺光拍一下小宝。来，顺光的情况下，我觉得取景框的真实性好像是 OPPO 的要真实一些哦。哇，它这屏幕 vivo 真的亮好多，对吧？虽然说 vivo 拍出来要白净一些，但是实际上是没那么白净的。但是人像嘛，大家觉得哪个好看就选哪个吧。拍完人像之后呢，我们就来录像了啊，还是我们的小宝，但是呢，这一次两台手机最高只有4K 60帧啊，他们是没有4K 120帧和8K 30帧选项的。现在太阳呢在我的1点钟方向，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小炫之类的东西，顺便看看他们的防抖，都是标准防抖，我们把 HDR 都关了。现在我慢慢的向它走过去。我觉得真实的颜色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吧。现在我向它转圈呢。vivo 的屏幕亮度要亮很多，大家有看到什么眩光吗？现在我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啊。现在我跑着向它转圈。我觉得 vivo 的防抖在取景框上看是好一点的，而且我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眩光啊，太阳在这个位置啊。大家有找到什么眩光吗？最后这一段我都切到他们的长焦镜头啊，然后慢慢向它走过去了。我开始走。现在是顺光啊。对，现在是顺光啊。啊，我现在在转一下圈啊。我真的觉得防抖是 vivo 的在取景器上要好很多的，但录出来的成片是不一定的啊。vivo 这个取景框感觉很抖啊，无论是主摄还是3倍啊。我们今天新加一个环节，我们多录30秒的前置的4K 60帧的视频啊。现在屏幕亮度又是 OPPO 稍微亮一点了 ，vivo 亮度有点下去了。我直接开始吗？好，来吧。我感觉 vivo 拍出来白一点。然后你再转一下圈，但其实 OPPO 拍出来是更接近于我的肤色的吧，我觉得。30秒哈。我感觉 OPPO 的这个是不是广一点啊？对。X200s 这个前置摄像头还是有点近啊。我们现在是准备自拍一下，随便拍2张，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自拍的界面 ，OPPO 呢是有0.8和1倍啊 ，vivo 是没得选的，是很明显的，左边的 OPPO 可以广很多的啊，1倍好像也广一点。哎，他们的 AI 什么这些东西我就都不动了啊。然后我们逆光再来一张啊。天气很好啊，我们在这里再拍点照片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超广角就从12毫米、13毫米变到15毫米了，真的无语了。vivo 在接下来的照片里面，我就用蔡司自然色彩了啊，先对着这一条有层次的小路啊拍一下，
我觉得 vivo 的取景框帧率是没有 OPPO 的高的，而且取景框的清晰度也是 OPPO 要高一些的。但是众所周知，这两家的后期处理是比较厉害的。我在逆光拍一下这边的一堆建筑啊，我觉得 OPPO 这个取景框真的是吊打 vivo， 真流畅啊。现在取景框谁亮一点啊？现在取景框这 vivo 会亮一点啊，但是 OPPO 也没有暗很多，而且它的流畅度要高很多。OPPO 是在20倍的时候开起来超清长焦的。我觉得防抖也是 OPPO 的会好一点哦。这里我就最多拍到30倍了。白吧？你在笑什么？啊？什么东西啊？赶紧开始吧！我想拍花呀，用长焦微距好不好 ？OPPO 呢，老是有人说它有一个长焦微距的选项，其实是一个模拟的了。我就拍2张。一张打开，一张关闭啊。vivo 呢，一张我就用它这个拍照的3倍了，另一张我就用超微距了啊。那都用超微距的话，那确实是 OPPO 的要感觉近很多，但是画质要差蛮多的。好，第2张我们就把它的微距关掉了，试一下啊。这个位置啊，这才是它这个长焦的真实的对焦距离啊。vivo 就确实近一些了，但是 vivo 出现这个对焦抽风的问题，你过来拍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 vivo 现在对焦在抽风啊。OPPO 这个是2.0，肯定用的不是长焦镜头。我们在这里拍了2分多钟的视频，以及20来张的照片，两台手机都没有什么明显发热啊。今天是16到29度吧，现在差不多是23度左右。整个拍照过程中呢，一开始是 vivo 的亮度领先挺多的，后来它慢慢降下来，比 OPPO 稍低一点。拍到一半的时候，它又比 OPPO 稍亮一点了，就很迷吧。现在 vivo 还有96%的电，OPPO 还有94%。我们才用了25分的手机啊，接下来我们找一个太阳直射的地方打一下王者。为什么要太阳直射啊？看看他们俩会不会掉帧啊？严峻考验一下这个9400。你就这么喜欢被直射是吧？第一把王者荣耀5v5，我们用的都是120帧，加上超高的分辨率，加上 HDR， 巴拉巴拉。都能开到最高啊，并且都是均衡模式。我只能说 OPPO 顶级阳谋，好吧，就是你买这个 X8S、S 加 Ultra 系列，因为转职需要买个转制卡，要99块钱，OPPO 它会直接给你报销，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从 iOS 转回安卓了。那我就有极大可能就把我的 iPhone 扔掉，去买一台 X8S 用。那你扔掉了吗？还没有，等它降价。扔给我，扔给我。刚刚那里太晒了，被太阳直射的受不了了。你们网不行？不是网，这就好了。我网不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亮度啊。肉眼看差不太多吧，没有很大区别啊。我们两台手机刚刚进游戏啊，我们设置里面开的是这个极高的帧率啊，按理说120，但是我们两台手机一进游戏，那都快打了2分钟了，还是90帧，什么鬼啊？你还稍微好一点，哎，你到120了，你到120了，我回来了，回到120了，可能是让到那里被直射的有点发热呀，现在好了。你呢？没有啊，我把壳摘了看。把壳摘了看，什么鬼啊？但不是废物，没有很烫吧？没有很烫，温热啊，这个背面就。因为我刚拍照，没觉得很烫啊。vivo 现在没有张烫了，张还是有点温温热的。4分20，我的 OPPO 也回到120帧了。哎，它缓过来了，它把壳摘了，并且现在风挺大的啊。赶紧带上吧，看看会不会又回到90。你就一开始锁了呗。就锁了1分多一点。我们再看一下两台手机亮度啊，右边这张 vivo 亮很多呀。它不偷了，哇，它拉满的这个自动亮度。重新开关一下，你看拉满了，废物啊！这个 vivo 好激进啊！我们让这把游戏打了16分钟，两台手机后来都稳定在了120帧的，这均衡模式没什么问题。现在我们还是均衡模式。vivo 打开游戏超分、鹰眼显示以及4D 震展 ，OPPO 打开超级 HDR 以及高分辨率。来吧，再搞一把。在均衡模式啊。为什么我们换了个位置坐啊？第2把还是均衡模式，打开那些游戏设置之后，打了3分钟，现在是明显 OPPO 会亮一点的。上面这台是 OPPO 啊，它是明显比下面这台X200S会亮一点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换了个位置吧，没有很冲着太阳嘛。打了4分半钟，我这个 OPPO 现在锁90帧了，而且亮度也下去了，歇逼了。什么玩意儿啊？还在说 vivo，还是120帧？现在亮度。OPPO 好像还是高一点点，高一点点 ，OPPO 还是高一点的。但我锁帧了呀，咋办呀？这怎么有的人破坏游戏体验被踢出了？谁呀？是谁呀？我得了 MVP， 打了9分钟了，这个 vivo 也锁了。我们两台手机现在都打开了游戏模式啊，都回到120帧了。真美，很热吧？真还好，我这握着完全没有压力啊，就是比温热稍微烫一点点吧。温温热吧，感觉。OPPO 把壳摘了，并且开启了游戏模式，但它还是稳不住120啊。它一直在110帧上下浮动啊，现在是115啊，结束了。第2把王者我们打了14分钟啊，两台手机在开正常模式的时候，后来都锁了90帧。我们开启了性能模式，vivo 是稳住了
但是这个 OPPO 仅仅坚持了2分钟，它就开始稳不住了，在110帧上下浮动，感觉还是有点保守吧。现在 OPPO 还有81%的电。vivo 还有82%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1点48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13分的手机。接下来呢，我们2台手机用高德地图的步行导航去华清庄场那边。我们现在刚开始导航啊，很明显右边的 vivo 亮很多哎。这个左边的 OPPO 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我也看得清吧，我们的音量出行走呀，我是没有拉满的，你呢？你等我在太阳下面你就看不清了。他也没拉满啊。嘴硬。走。我们刚刚过了一个马路呀，2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是错的。我们在道路的右侧，在这里这一串，他们俩都是在原有的路线上面。我们再往前走，看看他们俩会不会变化吧。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路口了，有200多米，2台手机的实时位置一直都是错的。现在我们稍微走错一下路，朝我们前方走。看看他们会不会反应过来。我们往里面走了一点路啊，这个 OPPO 是定位立马就对了，然后 vivo 之后也对了，但是它后来又跳回去了，包括现在它位置是错的，而 OPPO 现在是让我回头，它已经认识到我已经走错路了。那你往前走吧。终于轮到我了。怎么样？站在这里不动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啊？我不愿意停滞不前。哦，可以了，重新规划路线了，也让我掉头回去了。哦 ，OK。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啊，就是还是 OPPO 先规划，它还是让我回去。vivo 能慢着20-30秒。在这条路上，我们2台手机一共规划了4次啊，都是 OPPO 要稍微快一点的。就 vivo 慢着10来20秒吧，稍微可以接受吧。在试图回到正确的路线之后呢，我的 vivo 重新规划路线了哦。OPPO 还没规划，但它定位对了，然后往前走了啊。他刚刚还说他不想停滞不前，你知道吗？一定让他走。他在嘲讽你。OK， 他比你刚刚那里要远一点。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马路啊，导航现在是让我们往左边走，我们选择直行，这个 OPPO 就直接定位错了。它显示我在左侧那条道路上。vivo 的定位还是比较精准的，我们正好在靠近三王街的这一串。你这个 OPPO 是怎么回事呢？约等于了。这还没进来，对不对？往前走，说不定就对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刷一下美团吧，看看它有没有加载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路上就不刷了，就在这里看一下就行了。我们现在是比较冲着太阳的，可以明显的看到 vivo 这边亮度已经拉满了啊。OPPO 这边怎么回事呢？开关一下。拉满了。这个亮度现在是 OPPO 的会要亮一点哦，左边这台是 OPPO。看没有，拉满就不如我的，懂吗？什么东西？你还得手动找一下。那我们来刷一下吧。我快刷。vivo 感觉还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哦。你看它那个白色的加载的部分是要多一些的啊。左边的 OPPO 就没什么问题啊。2台手机的色彩模式都是默认的啊 ，vivo 是标准 ，OPPO 是自然，并且都开启了环境热自适应。我觉得 OPPO 的这个是要准确一点的 ，vivo 这个显得不是那么的环境色吧，因为现在是阳光照着的，应该是 OPPO 这边会准一点的。我们肉眼看是这样的。我们刚往这个三王街上走了10米 ，vivo 就重新规划路线了。OPPO 没有规划，但是它的位置好歹是对了。那我继续往前走了啊。上次我们也往前走吧，这已经20多米了。这次差的有点多啊，差了有30-40米，我才重新规划，什么鬼啊？导航现在让我们直行啊，我们又不小心走错了，我们就右转穿一下这个巷子，好吧？看看2台手机的规划怎么样。往这个路走了10来米，现在 vivo 的位置变了，实时位置是准确的。OPPO 并没有任何变化啊。而且现在为什么 vivo 的亮度这么高啊？vivo 怎么回去了？它在飘，但是 OPPO 是纹丝不动的啊。我们现在又往前走了10来米 ，vivo 率先规划路线了。OPPO 没有规划，但是它的位置现在是对了。我们现在已经导航了38分钟了，整个过程中呢，亮度呢是 vivo 领先一筹的，但是导航表现呢，只有在第一节 OPPO 是表现稍微好一点，后面呢都是 vivo 的精度啊，包括规划路线的速度都是它快一点的。现在 OPPO 还有73%的电啊。vivo 比它少了，vivo 是72的电，比你亮一点也正常吧。现在是中午的12点28分，我们现在用了1小时53分的手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2台手机熄屏待机了。那我们就待会儿轨迹之路的地方见了，拜拜。500 PureX。500，我给你500，你给我一台好不好？不行，500呢确实人人买得起，好吧？但是1个月的话费是不是要5000块钱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啊。然后现在汇报一下电量，现在 OPPO 还有71%。vivo跟它一样也是71啊。这是我们待机了大概20分钟的结果啊。对，今天太早了，还没出来营业呀。在里面呢。啊，在里面啊，改名字了。赚到钱了。我们走了13分钟，来到了目的地，先看一下2台手机的起点位置啊。等一下，你这个 vivo 为什么往里拽一下？它这个是 OPPO。啊，你的 OPPO 为什么往里拽一下？OPPO 是在路上一些的，看到没？这个箱子 ，vivo 就往上移了呀。
你怎么？你一开始嘲讽别人，你现在呢 vivo 都不怎么在路上。这啥啊？这个回头路啊？ ？vivo 还是会差一点，它那个更离谱啊。对，更纠结一点啊。OPPO 这个相对来说好一点了。 vivo 比 OPPO 还要好一点吧？我这个拐得太里面了，我这里为什么有一个圈啊？打对啊转了。 OPPO 嘛，所以 O 嘛有个圈嘛。啊，蛋蛋小吃这里明显是 vivo 要好一点啊。理发店这里2台手机好像差不多啊。但是这一节肯定是 vivo 好呀，你看 OPPO 这个直接在串楼了。啊，2栋楼之间，其实都有点偏右了。不是，这离这路怎么差的都有点远呢？到了这一节，2台手机就都在路上一点了啊。好像 OPPO 这里会稍微更好一点。啊，这一段就比较开阔了，古潭街。 啊，是都在路上的。终点这个位置的话是 OPPO 的要准一点的 ，vivo 这边是往那个边上走了。那么2台手机的步行轨迹表现总体来说都挺一般的，他们也不分上下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去吃饭吧。我们2台手机步行轨迹之后，vivo 还剩66个点 ，OPPO 是67个点。现在是下午的1点02分，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12分的手机。饭前呢，我们就打一把金铲铲，2台手机都能开到120人家超惊讶是真的。哎，这边的网络怎么样啊？我这里没什么问题，一直是蓝色的，挺好一直是绿色的。网络挺好的。我们2台手机都是开的6折音量啊，很明显就是比上一期的小屏好很多。开了6折之后呢，我觉得我们 vivo 还是会比 OPPO 声音稍微大一点。怎么说？我调大2个。试试。啊，差不多。你的饭来了，不许吃你们，这都是你的，好吧？你给我别全部吃吃完。你吃了你是狗。我就是狗，你给我吃完。你们为什么都往右边偏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2个像2个引号，你知道吗？别人家3星5费了，这把没了呀。明天怎么会装的呀？我好不习惯了。现在是我们俩谁争第2的环节了。我没了呀，靠你了。你不是要争我争第2吗？你就等死吧。这把机器人我们打了36分钟，现在 OPPO 还有47%的电量。vivo 剩48%的电量，因为这里挺凉快，并且风吹得也比较大，2台手机背面只是稍微有点温温的，并且他们俩都没有掉帧。现在菜都上齐了，给大师拍个照吧。刚刚我拿2台手机准备拍照的时候啊，X200S 超声波这个短焦啊，那我们先来拍一下美食吧啊。vivo 呢，我就把它再调到了鲜明啊。看它会不会触发美食模式之类的，有美食我们就会用美食，但是我不会进那个美食模式了。vivo 已经识别到美食了 ，OPPO 这边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我们就1倍拍全部，2倍拍单张啊。我从取景框上看，我觉得 OPPO 的颜色有点太过于浓郁了，但是它的风格跟 Ultra 不太一样 ，Ultra 就是那种像以前的小米的风格啊，就是饱和度和对比度都会拉得比较高啊。但是 X8S 加跟 X8S 就比较像以前的 OPPO 的风格了。vivo 的颜色会准确一点，但是它的亮度会比实际的要高一点啊。我们再多补一张3倍啊，我们也是把它们的微距关掉啊。3倍的话，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对焦距离的区别了啊。我们吃饭期间2台手机用 B 站看1080p 原画的直播呀，画质增强默认都是开的，并且打开弹幕。右边的 vivo 好像是会亮一点哎。那我就把我的 OPPO 拉亮一吗？这一碗我们2个都不动，你直接用这个盆子吃。我不，你不是说你吃完我是狗吗？我没这么说的你，刚刚说的。我没说。吃饭期间呢，我们已经看了30分钟直播了，现在 OPPO 还有40%的电。vivo 是43的电呢，现在是下午的2点19分，我们今天用了3小时27分的手机，要换吗？换啊！妈的，我不用，把你的爱机给我。你不是最喜欢 OPPO 吗？这个手机壳手感老好了，老棒了。那个他妈的沾油，我有油手，用那个透明壳真不想用了。接下来呢，我们去阳光下面刷5分钟微博。好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到太阳下了。这2台手机现在能均匀的晒到太阳啊。后面如果有什么东西挡住，它们是并不能挡住这2台手机的。可以看我的影子是在这里的啊。好的，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拉满的，但是在这个微博的界面很明显，现在是右边的 vivo 亮度要高一些的啊，而且2台手机现在都是5G，我们现在开始刷吧。来，我有一个疑问啊，你们为什么每次都在刷同城啊？爱看，好看。他们说同城里面都是那什么？那什么是什么？最开始让我们刷同城的就是樱木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刷这个，我平时都从来不用微博的。左边的 OPPO 是不是又降了亮度了呀？我看一下，还是拉满的呀，但是我感觉它好像是变，它刚刚小幅度的稍微降了一点啊。来吧，继续，还是 vivo 的明显要亮很多啊。陌生的 vivo 好吧，它拉得很满呀。但实际上去年的 X200跟 X200 Pro 其实也没有很降亮度啊，感觉丝滑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 OPPO 还是会在某个地方感觉会顿一下那种感觉，看到没？有一个那种快要结束的时候 vivo 感觉要好一点啊。
现在刷了大概1分半钟，两台手机的亮度全部都降了啊。OPPO 已经降到快有点看不清了 ，vivo 还可以看清。现在太阳好像被一些薄薄的云给挡住了一点了，但是两台手机的亮度好像都上不去了，有点。我们再看一下它们现在亮度是多少？哎，OPPO 没有拉满，把它拉满吧。太阳又出来了，来，哎，现在两台手机的亮度应该是左边的 OPPO 会高一点了，刷了2分半钟啊，但是 OPPO 我们是手动给它拉满的，完了 ，vivo 现在降的好低了，这个太阳再出来之后 ，vivo 的亮度非常低了，2分半钟，两极反转了，现在就是 vivo 有一点看不清了，现在已经刷了4分半钟了，两台手机都还没有锁帧啊。但是这个右边的 vivo，从中间段往后的时候，它的亮度就非常的低了。现在是5分钟已经刷完了啊，两台手机的亮度全都是拉到最高的。哎 ，OPPO 感觉还有一点点没拉满，你拉一下看啊，没什么区别。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了，还是左边的 OPPO 亮度更高啊 ，vivo 领先的前半程拉得很满。但是后半程是 OPPO 更亮啊 OPPO 这个边框好烫呀，我操！上半部呢？还好，就边框烫，我感觉主要就是。我们刚刚都是没有套壳的啊，你一起摸摸我的鸡吧。差不多烫，我感觉现在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烫。先吹一下风，散了一会儿了呗。我感觉 vivo 还没有到握不住的情况啊，我感觉 OPPO 烫一点吧，有没有 ？OPPO 这个中框，刷完5分钟微博 ，OPPO 还剩35的电。哎，vivo 现在还剩39，现在是下午的2点37，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37分钟的手机了。这个屏幕亮度确实是有一点点低的呀。给它散会热吧。那我们现在准备打车去往下午喝饮品的地方。你就这么惦记你的甜品啊 ？OK 了，朋友们，我们已经上车了，还是右边的 vivo 会亮一点啊。他们俩的路线都是一样的，在湘江中路上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等会儿我们就重点关注他们俩在隧道里面的导航表现怎么样。我们在这里直行啊，导航让我们左转，看他们俩谁反应快一点。哇，几乎一致，表现都挺好的。现在我们再来一个左转，看他们谁反应迅速一点。哎呦，表现都挺好的，我们已经转到这个路上了。好的，现在我们要进入到隧道了。现在我们走的是左侧的车道，左边的 OPPO 它识别到了我们在右侧的车道啊。他们俩现在都在隧道定位中了。哦，OPPO 的车道跳回来了。他们俩的进度逐渐拉开了呀，这个进度差了200多米。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弧线上面行驶，右边的 vivo 是稍微准确一点的，进度差了能有400米了。他们俩车速差的也挺多的。现在 OPPO 显示我们刚刚才进入到弧线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左侧的岔路口了，岔路口就在前面，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vivo 还是很准的。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岔路口了。OPPO 呀 ，OPPO 怎么卡住了？好的 ，OPPO 快进到和 vivo 差不多的进度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驶出隧道了。他们俩刚刚都快进了一下 ，OPPO 快进的稍微慢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汇入到主路了。从隧道出来之后，两台手机表现又都还挺好的了。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怎么了？我等好久了。你剪头发了？大家觉得帅吗？帅的扣1，然后爱了的扣2，出来的扣3啊。给韩宝扣。你给他扣啊！刚刚已经把我们今天用的情况告诉你了，猜一下电量来，今天。Find X8S 加35%。你是商单是吧？要练 X 啊？我就要练，然后 X200S 的话，我37%，就比它多一点点。对，好，实际上是 vivo 36，OPPO 33。vivo 猜的准一点啊。我们总共导航了13分钟啊，整个导航过程中呢，两台手机在直路上表现都挺好的，但是在隧道里面，这个 OPPO 就拉了，好吧，它进度落后了好几百米。然后呢 ，vivo 是能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进入了那个岔路口，但是 OPPO 就不行啊，它后来就直接闪现了一下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去测一轮信号，走。其实是早上忘记了，我们现在两台手机已经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啊，两台手机都是联通的5G。那我们点一下发送啊，左边是 OPPO， 右边是 vivo， 来3、2、1，我点。两台手机现在的屏幕的亮度是差不太多的，导出都很快啊。处理器是一样的。其实 OPPO 的屏幕是要小一点的了。但是它们的手感没有很大的区别啊！哇 ，OPPO 秒了，发生什么了？哇，但我不用 OPPO。好 ，vivo 是要慢一点太快了，像你一样。现在两台手机还都是联通的5G 网络啊，然后我们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来3、2、1，我点。vivo 很快，vivo 很快，vivo 很快，秒了呀！这OPPO 这边才10%呢。
这边快下完了，我们都不用点开详情了。都是默认浏览器啊！哇，vivo 快到60了，刚刚。vivo 好快啊，好快好快，下完了，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OPPO 下了30%，哎，它现在速度好像变快了啊，但又下来。OPPO 浏览器一直是这样啊。反正我也吐槽过了，OPPO 浏览器确实不好用啊。现在我们在用电信打电话联通上网来刷一刷我们最爱看的抖音啊。来吧，一起吧，来，这是真爱看啊！慢慢刷，耶。哎呦，慢刷感觉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内容感觉挺好看的。慢的谁都行，还得快速的。快速的。哎 ，vivo 会稍微有一点点卡顿的感觉。哎，又出现了。对。再快一点。极限了，哎，2个都刷不动了。一点都会有。那体验的话，就还是 OPPO 会好一点，稍微好一点。现在我们在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上网，依然是刷抖音。来吧。好看，我的天，这个慢刷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稍快一点，提速。你别说话了。哎，同时出现了，巨快，加速，要到最后一步了啊！你别说话，哎，都不行了，都顶不住了。我感觉电信卡就差不多吧，就是算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了。你怎么就介入了？我来当一个挡码的人。2台手机用支付宝扫了共享单吃2维码呀，送吧。差不多吧，这个速度。但是 OPPO 有广告。而且呢，这个屏幕亮度我们来看一下啊 ，vivo 还是要高一点的。支付宝在扫着店门口的2维码呀，左边还是 OPPO。哎，是 OPPO 快一点点啊。下午第一把王者荣耀，还是120帧加超高分辨率，打台 HDR，2台手机都是均衡模式呀。是不是要打10v10啦？对啊，10v10，把什么画质啊都调原始的，触控这 OPPO 就用极致触控了。我这游戏方面的设置我都重新关掉了呀，就还是标准模式嘛，待会再给它上点强度，好吧？富哥，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今天抽王者的2个皮肤太飞了呀，抽了我460块钱。460啊！这把游戏打了快3分钟 ，OPPO 怎么是90帧呢？啊！来，我来看一下啊，确实是90帧啊 ，vivo 是120帧没有问题啊。上一次 X8 Ultra 和 X8那个 S 也是锁90帧好像。但是这个是最快的。哎，那他们今天打金铲枪的时候有没有锁帧呢？没有，那很奇怪了。我觉得 OPPO 就很奇怪。而且你是知道的啊，我们刚刚在外面下载完了之后，其实是过来有那么几分钟的啊，后面也没干什么就扫2个码呀。今天也不是特别的热啊。现在打了快5分钟吧，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120帧的 vivo 屏幕还亮一点啊，你这个怎么回事啊？OPPO 就是不行。行不行啊？废物。谁买 OPPO 呀？到底是谁在买？我不买。你买吗？我不买。你不是喜欢吗？我买 X8S。我买 X8 Ultra， 你别看我。这把10v10打了7分钟啊 ，vivo 现在也稳不住了，它现在在90上下浮动啊，它偶尔能蹦到96，有时候也能看到80帧。现在是91。对，比 OPPO 好多了。多坚持了一会儿。怎么说？我们俩都锁了，那现在开一下性能模式吧。开了性能模式之后，2台手机一下子到120了。第一把10v10我们打了8分钟啊，我们再打一把吧。这一次我们就依然开启游戏模式，并且把游戏相关的设置都打开啊，鹰眼啊、显示啊都打开。4D 震感。OPPO 这里还是超级 HDR、高分辨率和极致触控啊。老手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点2倍啊？你的逆位没到好吧？我就是没什么？我现在就是没有。我都做得开一点。你2杯都有了，还喝这么多、啊？因为这杯小一点，你知道吧？听说这个陈麦山楂花很好喝啊，就尝一下啊。你上次喝过了呀？上次没有品出。但是喝太快了是吧？压米。秒。OPPO 开了游戏模式之后，刚刚已经飘了2次460了，现在延迟又恢复到40多了。vivo网络没有这个问题啊。哎 ，OPPO 上次我用的也是，我就感觉它开启游戏模式之后460了。我就感觉它开启游戏模式之后网络变差了。哎呀，服了，现在还是红的。好，黄的，红的。哎呦，真服，刚刚闪现了都。啊，绿了。好像真的是这样哦，只要他开了游戏模式以后，它的网络就会变差一点。赵子龙一身是胆，你一身是什么？肉壮。你以后别买这种灰色衣服好不好？然后刚刚他提示我游戏超分已失效，待设备温度下去之后才会恢复。上次也是经典，那你就把这个壳拆了吧。上次X6 Pro Mini 也是这样的，你也把壳摘了吧。别带了。我手机其实很不想烫。摘，带壳安全一点。我手机玩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感觉很烫了，但它一直没有掉帧，网络也没有问题。哎我。
是有点烫，是 OPPO， 真的烫。我的摇杆都来你摸，有点烫，但是我觉得比 Pro Mini 还是好很多。OPPO 要烫很多，就是边框会烫很多，背板差不多。你都不都摘了吗？为什么还不扎它？哎，今天不是我你压力导，是你自己开始压力导。枪尖在燃烧，扎它。说什么这？不赵云的台词吗？第2把史威时开启游戏模式打了11分钟，我现在那个游戏超分还是失效的，并且它已经稳不住120了。现在这是90上下X200S 啊，对， 90帧上下的。 OPPO 挺稳的，120啊。而且你现在网络好像也稳了啊。现在网络可能已经适应了吧，而且我这些什么还都是生效的。枪尖刘兆云，光扎蓝 buff，扎人啊！对面再坚持2分钟就10v10大混战了。今天店里的温度和上一次我们测试的时候差不多啊24、5度。对，不是很热。反正你看我穿2件衣服都穿得住。动不了了。我刚刚长时间的一直红色呀，网变差了，那帧率呢还是就是90帧上下。刚广有一段时间很波动。OPPO 一切表现良好，你这个发热了，帧率也掉了，网络也差了。赢了。现在他们游戏打完了，我来摸一摸2台手机。快先摸 OPPO 好烫，OPPO 在触控这里。哇，它这个屏幕巨烫，我觉得它这个屏幕比它的边框还要烫。搞得我好奇了。等一下就，上半部方向键那里。哇，那个地方是真的好烫。然后这个2块确实2块钱，而且屏幕明显温度要低很多。那我感觉这次 X8S 系列就很调度很激进啊，都均衡很不走帧。保守，然后它的游戏模式很激进。这一块好对，烫，好烫。摇杆那一部分，如果玩游戏的话，你的操作和移动这个温度下，我觉得是会受到影响。第2把游戏打了16分钟，OPPO 的网络在前期出现了一点波动，后面应该是自适应好了。它的机身温度也很热，帧率就没什么问题。现在它只剩14的电了。vivo 就是11还是12分钟的时候锁到90帧了，后面也一直没提上来，然后出现了一次信号波动吧。现在它还有15%的电，现在是下午的3点57分，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4小时40分钟的手机了。那么再来，我们就给它散下热，然后再来测一轮信号。朋友们，刚才讲一个事情啊，就是它的后盖到边框的这个地方是没有核膜线的，但是 OPPO 这个壳的边上是有核膜线的。就是我们裸机都觉得 OPPO 的手感要好一点，但是套了壳之后完全不是了啊！这2个壳官方送的区别挺大的。看嘛，这个清水壳也就这样了。对啊，这个X200S 明显是要舒服很多的，而且摄像头其实也都有一点点挡手吧，不是很挡吧。套了壳之后啊，不套壳的话还是X8S Plus 会好一点啊。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视频了，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 网络啊。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这个微信视频啊，来3、2、1点。耶，vivo有导出，但是 OPPO 没有哎，我们是同时间拍完的啊。OPPO 已经在发了，哇 ，OPPO OK 哦。领先了很多了。 OPPO 不动了呀。 vivo 也没动啊机动，OPPO 了慢慢的在蠕动，那 vivo 是原地踏步，哎，动了。但是这2个手机在这里这个上传的速度都是挺慢的啊。OPPO 发完喽，最后一个进度走得特别快。对，然后 vivo 这里1/4还没有呢，不等它了。那我们紧接着来下载一个300兆视频素材，来3、2、1点。右边的 vivo 是4G 网啊，左边的 OPPO 是5G 网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亮度还是 vivo 的高啊，我们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vivo 这个4G 开标了，2点几兆了啊。OPPO 这个浏览器什么时候能改一下啊？好 vivo 切5G 了 ，OK， 它就是1点几兆。它这个默认浏览器真的广告也挺多的，看到没？vivo 就只有2个，朋友们 ，OPPO 也到1点几兆了啊！它现在是4G 网了，2台都变4G 了，3兆了 OPPO，它可能要反超，哇，4兆、5兆，哇 ，OPPO 开标了，哇6兆了，真6兆了，8兆了，豆豆你玩的了。对不起，猛发力。60%够吗 vivo？ 哇，我反超了，这个猛标，你看 vivo 现在就4G 网卡在这儿，然后对不起 OPPO。对不起， 2台手机现在都是12%的电啊。现在是下午的4点21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52分钟的手机了。接下来我们就2台手机打一下视频通话，微信啊。现在左边还是 OPPO， 右边还是 vivo，vivo 这个视角也太窄了吧？抬的也太多了。对啊，我现在在 vivo 这边，然后 vivo 我的脸是不完整的，但是 OPPO 那边脸是完整的。而且 vivo 这个美颜也太严重了但是我感觉 OPPO 有点黄，是不是，OPPO 挺真实的吧？哪里真实了？你有这么棕吗？你是棕色人种吗？我们看一下后置摄像头啊，这个视角差不太多吧。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 OPPO 的
清晰度要低一点啊，它这个地方是虚的。 OPPO 是对焦对在这个前面的是吧焦？那我们再抬一下吧。左边的 OPPO 明显是要糊一点的啊，右边的 vivo 是要清晰一点的啊。你这个对焦到底是怎么对的呢？你看它怎么对都是这样的呀。这个右边的 vivo 明显是要清晰一点，再这样子它也对不过去啊。我点一下有没有用啊？哎，点一下没有用，把它重新挡一下。挡一下重新对，也是糊一点的。明显是 vivo 是要清楚一点的。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现在 OPPO 只剩9的电了。vivo还有8%。好，开崩了。那我们等35的时候就开始刷一些信息流吧，我们要准备乘坐地铁啦。当然是先刷抖音了。嗨，铜锣烧发的什么？那边才是你的号吧？差不多，差不多。你昨天为什么不洗头啊？昨天有点困了，直接睡觉了。早上起来忘记，然后不洗头啊？晚上回去洗。你对得起关注吗？随便吧。你做的心安理得吗？不是你叫我做的吗？就是为了配合视频拍摄，你知道吧？拍完之后他就让我站起来了，大家不要相信了。那你站起来呀？那你站起来呀！我就一直录，你站起来。你不要故意把头撇向一边，好吧？他已经刷了10分钟的这个抖音了，现在换小红书。哎，一看就是他小红书啊，大连高中是吧？大连高中梯队，你在哪个梯队啊？我在第5梯队，真的假的？我看看我在第几梯队？我找不到，我们学校倒闭了是吧？刚刚我们刷了10分钟小红书，现在来换淘宝，又这个天天就揭露人性的秘密啊！你看也有那本书，你们两个在互相害。啊，这里。朋友们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刷了30分钟信息流，现在2台手机都只有2%的电了啊。那我们今天没有刷美团，然后我们也没有开视频，所以我们现在就刷10分钟美团吧啊。朋友们啊，刚打开啊，就是1分钟美团都没有刷啊，它就要关机了。好，快看快看，今天是5小时34分了，这个X200S 就要关机了啊，算5小时35分钟吧。OPPO 还有2%。他刷了1分多钟，哎，没了啊！超级省电模式的这个 OPPO 也是，哎，好不了太多吧？那你继续刷吧。刷完10分钟美团，它这里还有电呢，最后1%，再打一下微信视频通话，打到没电吗？我们已经从地铁里出来了，在地铁里的时候，这个 vivo 没电了，它的总体续航时间就是5小时35分钟。当时是下午的5点05，5点就是5个半小时。就是我比它多刷了10分钟美团，我就是5小时45分钟。我现在打微信视频通话，看再能打几分钟。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外面打呢？是因为这个1%的电，它超级省电模式是4G 网啊，我们等下要去厕所，因为它要吃甜品嘛，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了，我们就把它打完，然后再充一下电，我们再进去啊。可爱。你在跟谁打微信视频通话呀？这个X8S 加没电了，是打多久？12分钟的微视频。那么它的总续航时间就是5小时58分钟。还可以吧，比 vivo 多了23分钟，但是有点作弊啊！这个是超级省电模式啊，它是4G 网什么的啊。自从我们的架子被韩宝弄到啊，怎么了？这正好可以立住啊，对不对？我们就再也没用过架子了啊。我们现在打一个联通的电话呀，2台手机都是4G 网络，来3、2、1走。一个19的电，一个20的电。左边的是 OPPO 啊 ，OPPO 先通了啊 ，vivo。我还可能是 bug，我重新打一次吧。那2个手机我们重新打一次啊，3、2、1走。哎，不对啊，这个 vivo 真有问题啊！都不通了，都不通了。好，你传染我们 OPPO。好，3局2胜好不好？再来一次，3、2、1走。啊 ，OPPO 还是通了，vivo 打3次没有打出去啊。太夸张了吧？感觉这个厕所里面联通也不至于这么差吧？很少有电话都打不出去的手机啊。打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啊，韩宝？开着飞行模式试试。我们刚刚给这个 vivo 开关了一下飞行模式啊，它的联通直接没了。而且我们是开关的有一阵子啊，这个 OPPO 2个啊，是不是点了就没用了呀？试一下。哎，又来了，又来。怎么说？最后一次机会啊！我们切换了已经有快2分钟了，完了打不出去啊这。然后我点击微信，它就直接红色，网络不可用，你自己发吧。OPPO 好像也不大行啊。然后这个厕所就显得格外卡，是吗？到饭点了，厕所人有点多。哎，它有了，快，我发出去了。它发出去了。OK， 你转了多久？那你重新再发一次吧。你写。3、2、1点。哦，OPPO 很快了。
是突然网变好了。那你是不是电话也能打出去了？哦，终于打出去了那。应该现在网就变好了。听微博有一会儿了啊。好 ，vivo 先刷出来了。啊！好，被反杀了。这 OPPO 感觉爆死了。vivo 再刷新一次也刷不出来啊，转了半天了。 OPPO 刷出来了，但是这是第一次啊。再来。你看你能不能爆杀它？哦第二次，然后 vivo 还不行。啊 ，vivo 第二次。哎呀，这个都挺差的啊。第三次。啊，第三次。哦，最后一次来吧最后一次来对决，3、2、1，走。vivo。没有小胜。抖音我们都是新进来的呀，这个 OPPO 有东西啊。哦 ，vivo 也刷出来了。哎，网络不稳定，但是它可能缓存了一些。啊 ，OPPO 刷出新的了，但是没有东西。 OPPO 能刷。当前无网络。 vivo 刷不了新的。这里虽然信号挺差的吧，但是这两台手机的表现也挺差的哈。我们换到电信已经有1分钟了啊，来3、2、1，走。都打不出去啊！好。真的是人太多了吗 ？OPPO 率先通了啊！自己结束了。了。vivo 可以通，但是会晚一点。什么 bug 啊？上次好像也是 OPPO 吧？我这一次很快通了。那我们重新打一次，来点。啊！他放弃比赛了。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哦，他第二次打还是挺快的啊。我们好像被毒气攻击了啊。再来发3个表情，3、2、1，点。OK。OPPO 要好一点。我们同时刷新微博，3、2、1，松。都挺差的，3G 信号确实差吧？我都出不来呀。vivo 先出来了，你怎么说呀？啊，你是有什么障碍吗？出不来呀。去医院吗让？观众帮你一下。我们重新建了抖音啊，2台手机都有缓存，但是他们新的都刷不出来啊，网络不稳定，一样的吧？这怎么电信还没连通好啊？我们来点一个评论区吧，3、2、1，点。没点到啊。没有办法下一条了，主要是。很慢，评论就是加载不出来。当前无网络，请稍后再检查。OPPO 都提示了。那这个测试我呢，表现就是联通卡 OPPO 稍好一点，电信 vivo 稍好一点，但是他们两个整体表现都很差吧，非常的差啊！现在我们来地下车库，用微信扫一下这个墙上距我们1米的二维码，来3、2、1，走。vivo 先出来，但是扫的速度其实差不太多。这个 OPPO 呢是网感觉慢一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联通卡，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呢大概有4、5米的样子啊。来3、2、1，走，还是微信。手法，什么东西啊？啊手，这些活做多了吧，手这么抖。别抖了，我们走吧，往前走吧。OPPO 还不放大，我们走了一半了已经。啊 ，vivo 扫出来了，那你 OPPO 往前呗。好，你站它位置来，你看它根本不放大的，它不放大怎么扫呢？头这么铁吗？啊，到这儿了，离那里大概2米的样子吧。这头很铁啊，跟你一样嘛。我们现在这个很暗的地方扫一个二维码，2台手机是由1个人拿的啊。3、2、1，走，左边的是 OPPO。啊 ，OPPO 要稍微快一点点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呢，大概有3米的样子了啊，还是有1个人拿。3、2、1，走。左边是 OPPO。哦 ，vivo 扫出来了。OPPO 放大了，但是它没有扫出来。哦，它扫出来了，它会比 vivo 要慢一些啊。评论区有人要你换这个二维码呀，你怎么说啊？哎呀，该省省，该花花，又不是用不了。我这有2个磁铁啊，它就算掉了，我也能给它拼上去。等到10万粉丝再换吧，到时候这个就抽奖抽给你们啊，65粉丝。你在干嘛啊？走了，我们现在去总结了。好的，兄弟们，现在就由我们2个来总结一下这2台手机的表现啊。vivo 啊，它的续航时间是5小时35分钟 ，OPPO 是5小时58分钟，但是它有20多分钟是超级省电模式啊。就很纳闷啊，这 vivo 其实它多了200毫安时电池啊，但是考虑到它今天全程啊这个亮度基本上都是比 OPPO 要高的，而且呢它的屏幕也更大，
所以呢，他们两个续航呢，应该就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吧。在各项测试中呢，vivo 呢领先的地方主要在它的导航啊，不管是步行导航，还是步行轨迹记录，还是车载导航，都是 vivo 的表现稍微好一点。OPPO 的车载导航在南葫芦隧道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停了。在岔路口的时候，突然闪现到跟 vivo 一样的进度了，反正表现就是挺差的。另外就是游戏啊，在我们开启均衡模式的情况下，是 vivo 的表现好一点啊，它不会像 OPPO 那样莫名其妙就锁90帧。但开到游戏模式之后 ，OPPO 就比较激进了，它边框那么烫它都不锁帧，120帧猛玩。反而这个时候 vivo 它10为10，后来给锁到90了。两台手机的微信上传速度呢，都是 OPPO 好一点，无论是在信号好的地方，还是在信号比较抽象的数据超音槽。而且在超音槽里 ，OPPO 的下载速度后半段直接飙升那种7、8兆呀，真的是非常的恐怖，真的是很少见。给我的 vivo 干反超了是吧？但是在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呢，下载还是 vivo 遥遥领先啊。爆杀。对，默认永远是40甚至50的速度啊，但是 OPPO 就比较平稳了。因为今天可能是饭点呢，厕所人流可能比较多。不是这个点我们也来过，好不好？反正这两台手机在测试里面信号表现都挺差的，无论是联通还是电信表现都不好。但我要重点批评一下 vivo 好吧，再差它那个联通打了4次电话才打通啊，太扯淡了吧！而且 OPPO 就是电信打电话也有一个 bug， 不知道为什么打一下就断掉了，而且精准复现。我主要聊聊这两台手机的拍照体验啊，就是 vivo 呢会先亮，但是 OPPO 呢会后亮，它比较持久一点啊。而且 OPPO 的取景框是比 vivo 要流畅的，并且清晰度也要更高的。他们的成片呢，建议大家去看一下。OPPO 呢，它有一个微距模式，那个微距模式是用超广角去裁的，可以离得非常近。但是 vivo 呢是有长焦微距的。虽然效果呢显得没有 OPPO 那么的近啊，但它是10:10的长焦微距，它的整体的画质会要好非常的多啊。而且这两台手机今天在录像的时候，我是都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眩光的。vivo 相比上一代呢是有所进步的，我估计它也是上一代搞怕了，就重点优化了一下这个功能啊。而且在前置的表现上是 OPPO 的表现要好一点，因为它比较广一点。这个 vivo 呢非常的近啊 ，OPPO 呢就视角广很多，甚至有0.8倍的那个选项啊。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这个 OPPO 就会相对自然一点，然后 vivo 的美颜会好一点，但它视角实在是太窄了。那么考虑到这两台手机起售价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觉得 OPPO 实在是没有什么推荐的理由啊。vivo 它又有超声波，它这个壳子又这么好看，它们充电功率又大差不差的，这个外围配置更低的 OPPO， 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推荐理由了。除非你真的就是想要一个这样的尺寸吧，因为它这个尺寸也没有其他家有这个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既然想要这个尺寸，为什么不去买X8呢？X8跟它配置真的大差不差。现在而且降得很厉害啊，2开了。我觉得 X8S 加还是有点迷呀。只能说它的手感在裸机的时候确实 OK 了，但是在套了这个官方送的壳之后，那天壤之别了。而且这个摄像头的挡手其实差不太多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关注，更多精彩视频及时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干嘛去啊？换机了，这是我的了。